好，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非常高兴再次请来了我们杨颖师姐，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宏观的话题。在开始之前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描述栏和我们的置顶的这个评论上有这个杨颖师姐每周吧好几次她分享的一个叫 News Settler，她每次写的这些文章。然后呢，这个年付的费用也是非常低的。如果大家能看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极具专业价值的内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别忘了去点下面的链接。好，那么再次感谢杨师姐跟我们今天一起讨论这个宏观上的这个话题。谢谢陈师弟邀请我，也谢谢陈师弟为我打广告，就是是很欢迎，这个太超我欢迎值了，读者，对现对，我欢在这个迎读者给我50块建议钱只够建议。买俩沙拉的。对，但是对我来说，写作本身是很 enjoy，还有就是说从宏观面的进行跟大家分享，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探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非常 enjoy 的一件事情。对的，没错，所以如谢谢。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给他留言啊，发邮件，或者是在我们的 Discord 的群问问题都可以，让我们收集起来之后，还可以经常做这样的一个探讨。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可以聊几个大家特别喜欢的话题，一个就是大选了嘛，对吧？大选的时候，现在大家都特别关注。我们上次稍微说了一下这个关于之前我们说大选对于股市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大选年的一些影响，但是很多小伙伴呢，他觉得不过瘾。还要再听一听这个大选的影响，而且最近呢，就是外交政策呀，今天又是一个 Senator，就是参议院又通过了一个95 billion 的一个花钱的计划。那么，他们这个新闻也是非常多啊，两党的这个政治也是很有意思，所以我们想请这个杨颖姐再给我们从这个大选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多聊两句，聊聊这个我们到11月之前这个整个他们之间这个联动。好的，我先从美联储和财政部聊起吧，嗯因为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11月份开始，去年年底开始，这个耶伦就开始表示说，啊，通胀不是问题啊，他通常他用他的话来说是最后1英里通胀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事实证明可能没那么容易，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可是，以今年可咱上次还以继续。说到这个，到2%不那么容易。对对对，就好像我觉得很简单嘛，就像一个人减肥，你刚开始最近减肥也很热哈，啊，减是，肥你对你减肥刚开始你很胖的人，你减肥也许减个20磅30磅可能很简单，你到最后的10磅5磅可能就没那么简单。所嗯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要对于通胀的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持续关注哈。对耶伦来说呢，他既然放话来说通胀不是那么重要了，那他就开始要把关注点放在增长还有失业率方面。他可以做的呢，他有很多可以做，因为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家也注意到说，财政部的发债的量以及发债的不同的在利率曲线上不同的点不同的期限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嗯不就是说在长端发债实际上是会影响在长端的这个融资的一个流动性。那嗯在短端发债呢，基本上就是现金的这种流动性，所以它其实是影响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嗯场的这个风险情绪的。耶伦他自己是知道的，所以他嗯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动作，以及保证市场的这种风险情绪，以及适当保证它这个融资的这种风险的这种高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看到了，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它首先2个数据点，一个数据点是说，好像比预期的要小，比预嗯期的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个发债的预期呢，市场的预期呢，可能比较静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说，它发债某一点发债，它是跟它收到的税收的多少预计的大小。那么我嗯们可以知道说，有很多的税啊，它可能到了2022年的税，可能到2023年年底才交，或者到2023年的10月嗯份才交。那么这些税呢，是在之前的预估里是没有的。所以就嗯很显然，他就收到了一笔税，那么他嗯可能不需要融这么多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我们也看到说，他今年在1月底的这么一个 QRA 的 report 里面呢，他也提到说，他好像又增加了这个长端的这个 coupon issuance。那嗯，么这 coupon issuance，然后短端的 issuance 的稍微降低了一点。那您那稍微讲讲，比如说长端的 coupon insurance 是什么呢？对对对，那么实际上对于长端，就是比如说10年、5年到5年、7年、10年的，最重要是10年这部分，对吧？10年国债。那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我想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对自己家里面，比如说借债啊什么的，我们也会想说，哎，我们到底是应该借长的，就是锁定时间长的，还是锁定时间短的，对吧？那你要是觉得你后面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那么你就想说利率低的时候，我要锁定一个时间长的。对，那如果我要是锁定时间短的，比如说老是借3个月、6个月的，你总要去融，对吧？你总嗯要融的话，其实中间是有风险的。嗯，这个风险就是说，你一旦急需的时候，利率上升的时候，利息开支就会很高。财政部它在发行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短期的这个借债，它要必须在15%、20%以下的，20%以下的。那哦，还它有这个现在规定。对最近呢，就是去年11月份不，咱们这么说吧，去年11月份以前，它都是开始，就是说要把它这个长债慢挪到了短债这部分，因为嗯这样的话，它就减少对长端的压力，对长期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从那个开始，市嗯，场就开始回暖，对吧？风没错。险市场开始回暖，嗯就是因为它开始想说，那长端的压力大了，那么就是对于长端的融资就会有影响，会影响风险情绪。可是呢，长期它不能这样做，它哦必须要保证在一段的，它要保证锁定长端的贷款，这样嗯呢，它就不需要总到市场上融资嘛。所以我相信它这次1月底的这个宣布，大家看到说，它又重新把一部分的融资回到了长端，嗯减少了短端。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他做的是对的。我是希望看到他更多的是把很正常的回到20%以下的短端。嗯，所以短单太多，其实也证明是一个不好，或者说它真的是美联储真的是特别短期内特别缺钱。当时有一段时间，他借了好对多特别多的短单，就是大家说好像是税收对差了很多，接不上来什么的。所以这段对也对是对市场风险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影响。所以我说嘛，就是对的，平常我们关注的点可能很难关注到这么细的这个国债，尤其财政部的这么一个操盘。其实我们有时候光看美联储的利率，还不足以解释现在包括就是这个利率曲线这个 curve 的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嗯，他发很多短端的他的这债基本上很多是 R，就是说逆回购给吸收了。哦对，因此我们会发现说这个逆回购那个铺啊，那里面的现金啊一直往下走，一直在嗯是往下走，所以这是为是，什么美联储前段时间吵吵着说要放缓这个 QT 嘛。那么嗯他现在又把钱都挪到长端，又把发行放到长端以后呢，美联储你会发现美联储的 QT 又不吵吵了，又那什么了，因为RRP 它的下降的速度减慢了。减慢了，嗯，对，减慢了。所以呢，所以就不这部分呢，需要了。他们美联储对就会继续对对收了，是吧？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后面它 QT 的这个放缓呢，它又开始说的耶伦呢，他会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整，嗯，来保持市场的一种风险情绪的一种稳定，这是对大选有帮助的，对吧？对，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点可以看。我们看美联储它最重要的大选年，它要表现出它不站在大选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它对啊，号称是不支持任何对，一方，它嗯在政治上就是说在金融方面它是不支持任何一方的。那么我嗯们看到在1月份开会的时候，记者问鲍威尔。嗯说你好像在大选年你会是有什么样的这种策略什么的，他说我不支持这个是吧？我们美联储没错儿，跟这个大选没有关系，嗯对，所以他至少表面上要表示他是独立的。那么他独立的意思就是说他在政策上是不应该大起大落的。嗯，没错儿，对吧？那么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说，他好的策略是说，他在12月底已经赶紧告诉大家说，我们明年会裁3个点，他已经提前把这空间预留出来了。嗯至于我会不会 cut 3个点，那当然是跟经济数据有关系，但是我已经把这个 room 留出来了，这个 rate cut 是对大选是有好处的，对吧？嗯这本身这个好处已经放在那里了。那我平时我如果是在经济正常我预测的范围之内呢，我会做3次降息。降息，嗯对，如果过热，
那要看热到什么程度，是吧？我才会动。它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很难超过3次降息，就是说到4次、5次、6次，除非经济非出了大问题。常疲软，对，出了大问题，它才会超过它的3次，因为它已经把空间留出来了。就这大家要是个有点像今天我听那个冈拉克说了好几次，其实冈拉克狂喷那个这债王冈拉克狂喷鲍威尔，就是说他这个降的太少啊，这个说，然后说经济数据已经特别疲软了，就让他狂降。我觉得鲍威尔和耶伦他们这个配合也挺好的，就是两边一推一拉的，这个把这个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就是他们的目标就是把经济稳住。对，咱们简单说就是这意思，叫咱们稳增长嘛，或者咱们说这维稳嘛，他们的维稳。对，对，对，所以他从鲍威尔的角度来说呢，他估计接下来的呢3月份的会议会非常说明问题，因为3月份我们就看他的 dot plot 在什么地方了，因为12月份说3次嘛，那么3月份我们已经有了CPI 数据，我们也有了这个就业数据，那这2个数据现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根据这2个最新的数据，我们稍微聊一下这个就业数据。就业数据实际上我们看上去哇很火啊，实际上这个需求来说其实是已经降下来了，需求是降下来了。那么1月份的数据，我认为通常是有一个季调 seasonal factor 在里面，它并不是一1月个就是雇人少嘛。对的，对的，对它，但是它要是重新要把它给你季节性的 factor 重新给你 apply 上去，那就可能会让你看上去好像更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就业数据还要再等2个月才能真正看出趋势来，所以这部分呢，就是我们3月份的这个会议会非常重要。3月份降息是不可能了，现在已经都 price out 了。对，现在连5月份的降息，这个 CPI 出来以后，5月份的降息都已经 price out 了。没错，所以正好我们说到这个 CPI 的话，其实我觉得今天 CPI 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一些可以聊一聊。就是有几个，比如二手车啊、食品什么，其实他们还是在降，但是那些咱们上次聊到过，就是最后英里的那几个顽疾，咱带引号的顽疾，其实就是很难降下去啊。我们从这个 CPI 这个看，咱们就看这几个主要的部分哈，因为这是鲍威尔非常看重的，比如一个是住房，对吧？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说，它因为是滞后的嘛，肯定还是会往下压的。但是很明显，住房比预期的还是热，还是高，对吧？所以说明住房这个东西下行的空间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因此他又回到说，美联储它加息，首先第一，它影响了 supply 和 demand， 它不仅影响了 demand， 它影响了 supply。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上是 demand 还是在，但是呢，supply 就要消失了。是，对，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之前可能没想到，我觉得，然后另外就是它就说 super core service， 就是服务业的非住房服务业的数据，那么它基本上还是没有降下来，就是平稳，就是 stuck 了，没错，比较焦灼了。那么这就是这个部分说明通胀这个最后1英里是很难的。那么你看另外一个点就是商品仍然是下降趋势，所以说我们最后这个1月份的通胀数据告诉我们说，美联储仍然靠着商品的通缩来达到它的目的。对，所以就是说，感觉就是，尤其是服务业的这种通胀，如果要没有让他们都咣的失业，这玩意儿死活也下不来啊！就现在你走哪吃饭啊，就是现在我有一感觉，当然就从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说，餐馆和我们的 grocery 这个菜场之间的价格差已经是非常离谱了。原来我们可能是3倍，比如说你买一个牛排可能15，然后去餐馆吃可能是咱们说40，差3倍不到，2倍3倍。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已经差出6、7倍，或者说是更高。所以就是人力的这个资源，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难点啊。那除非我们看到的就是后面就商品再狂跌，油价再狂跌，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最后1经理的这个一个难点吧。对，这部分你看啊，我们在想说这个商品这部分，因为我之前就是年底的时候，我是觉得预测就是说，哦，如果美联储真的是开始 cut 了，开始降息了。
那么呢，美金汇率就没有那么强。从另外这个角度来说呢，现在我们看到说，可能我这个预测不一定完全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其他国家，比如说英国、加嗯拿大，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嗯他们的经济还真是不强。因是此，因此，我觉得美联储可能是其他的央行可能要 over dovish，比美联储比 Fed 要更鸽派。那嗯，这种情况下，美元它就不会走弱，美元不会走弱，然后商它就会品可能还会更便宜。对。所以说这部分也许亚洲的，我觉得亚洲的这个出口可能开始强劲起来了。嗯从 local 的价钱，从当地的货币的价钱来说，也许已经开始回升了。但是因为美金它很强的话，那所以它可能商品通胀也许反弹的力度没那么大，对是美国没错。这个居民来说，对吧？所以最后其实就取决于这个劳动力、服务对业，看对什么时候对，美国这个预期下来了。对对，所以嗯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再继续聊这个大选的问题啊。我们刚才是聊到了财政部，嗯还有美联储。那美联储，我的判断是，它不会轻举妄动。嗯，对，没错，它对于这个事，它要保持中立，所谓中立，要它对，对，要它超过三次降息，这个门槛很高，这个门槛非没错常高没错。对，我印象16年而且的时候，耶伦是不是就是做的太鸽派了，好像也被批评了，当时对对，是是吧？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他当时有点对太明显了。对，所以因此呢，他也不会说哦，我现在开始降了，诶，过2天再过2个会议我要升，嗯，他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也是，对，所那就是以他嗯他一旦开始降，他一定会连续的降上几次嗯这是他想要让市场也好，让经济也好，让这个公众也好，那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这嗯部分呢，他会尽量的想办法跟大选要隔离，要有一定的隔离。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拜登团队哈，拜嗯登，我觉得有一个数据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嗯说对于美国大选，它这个如果最后大选年的时候，经济千万不能垮，经济是要是衰退的话，或者是失业率要是升高的话，是吧？当选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嘛。我们可以看嗯到很多的例子，包括那个卡特呀，这个老布什啊，他们那些年都是因为大选年经济不好，所是以呢，拜登他想的策略应该是想办法拖住经济，让经济增长。所以嗯我自己判断呢，他做3件事情可以嗯让整个经济看上去很好。嗯第一，当然他重要的一个指望就是嗯希望美联储能够降息。他已经把3次降息已经在12月底已经给出来了。他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3次降息，经济嗯所以应该不错的，对吧？因为它是 preemptive，就是预防性降息、保险型降息，嗯，是吧？对，所以这个通常来说，经济会是说是大家 debate 说 hard landing、soft landing，或者是 no landing。我觉得嗯这有可能就是 no landing。我觉得拜登他想要美联储降超过3次，那不太可能。第一个策略他已经基本上无计可施了，没法做了，没空间了。没什么空间了。对，嗯，因为他自己财政的东西已经搞到已经把经济已经打上去了，是是，吧？第嗯二个呢，我觉得他会去炒作油价，因为如果民众感觉生活质量又高起来了，因为嗯，现在大部分人觉得说，我工资是在涨啊，可是我工资也不过就是跟这个 inflation 相匹配而已嘛，我没没错有比 inflation I didn't do well。你没错。想我出去吃个东西，最后发现还这么贵了，翻倍了价钱。所以如果想让大家感觉哇生活真好，那么他要做的，他就要打压油价。所以你看这个美国，它这个石油储备现在仍然在低点，我看他没琢磨着要去，没买回来，不买。对，没琢磨着我们去买，他要做的是想办法，可能要迫使美国的石油公司去增加产量，对，他要这个想很新的一个思路，因为很多人现在觉得就是油价可能是一个偏低的水平了，但嗯，实际上怎么也涨不上去。其实对。
他们也不想油价涨。对他们不，我觉得从美国政府从拜登团队来，他肯定不想油价涨。当然了，这个石油这个问题呢，这个油价这个问题呢，也不是拜登一个人能控，一个是，党派能控制的，是吧？对，所以他会想办法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他对伊朗这个问题上他嗯松口了。那么伊嗯，朗现在开始又 produce，从沙特这个角度裁了这么多的产量，结果油价也没到哪儿去，没错，所以他现在有大量的过剩产能，你说怎么办？嗯，没它过错，剩的产能，它最后一上来，那这油价我就向下的空间也还是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个博弈还是蛮明显。从欧佩克加的话，它肯定是希望油价上去，没错。所以他们之间是会有博弈的。是够呛啊！我说实话，我觉得够呛，这个难度还挺大的，所以对我觉得就是我对，觉得可能我们也关注太多，就是从普通的一个投资者来说，我们关注可能政治八卦比较多，但实际上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利益博弈点。嗯对，很多 moving part，包括中国今年2024年的情况会怎么样，对吧？嗯如果中国能够稳定，然后经济站稳，任何一个底部都需要一些挣扎嘛，这个东西嗯我们也都知道。中国这部分也是一个 key element，但是中国自己已经存了很多的 reserve 了，也存了很多所以油了，是，对那就现在对，问题是没人用。对对，所以我觉得你说从趋势来说，它会往上涨吗？也许，但是呢，我不看特别牛的牛市，我觉得嗯，从油没错，因为价来说，大宗商品，而且这里还对，牵扯到那个美元呢。如果美元要下不来的话，其实大宗商品也受很大的压制嘛。嗯，是有这个问题，对，没错。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财政刺激，拜登团队他会想办法利用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歧。刚才你是说95个 billion 的那对，个这个 bill 的话，实际上他们之间肯定还会有博弈。这个嗯博弈就是我们刚刚最近听到的那个 border security 的这部分，边嗯境安全的这个部分，还在继续博弈。但是这个东西一出来，那又是重要的刺激点，经济。这是一嗯个，还有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两党正在商议，那个超 tax 这个 嗯 rebate，民主党他想要超 tax rebate，共和党想让 R&D 的一个 rebate，这两个东西一通过，那实际上对经济又是蛮大的刺激。一个是又是个人层面的，发钱嘛，一个是公司层面，对对，对。又是发对，钱。所以这部分呢，他还会继续想别的办法，嗯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完全没阻力。那嗯你想，Mike Johnson 他是特朗普的这个粉丝嘛，所嗯，以他不会让就是说很轻易的这样通过。没错儿。对这部而且民主党分，内其实也不一样，比如说今年95 billion这个 package，我看了也是22个共和党投的那个 I，然后呢，其实民主党还有我们3个人投不要呢。那个 Bernie Sanders 这种比较左的，他们还不支持呢，就是他们其实内对部也有，就是分歧。想再大撒币，咱们说发钱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因为也确实对撒了非常多了。我个人认为，从市场角度来看这大选呢，从现在到大选这中间波动率不会小。嗯，对吧？因为故事会挺多的，比如说是，特朗普这边的故事是吧？嗯拜登这边的故事，我觉得故事会挺多的，嗯，所以没错儿。我觉得波动率不会有可能做波动率那个这样的一个交易，我比较那就好的是，可能是比较大的区间的这种大的震荡了。好，那么下一个，其实我们刚才其实也 cover 到了很多，就是聊到了，就是你看这个指数现在又新高了，对吧？然后呢，我们加了这么长时间的息，从这个21年开始加息，咣加到5.多%，然后一直加，一直维持在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的 CPI 呢，它也没打下去，或者说也还这样。然后我们的指数又新高了。我们就聊到了说，刚才我们也聊到了一点，就是美联储这个，还有配合你上次发了一个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就美联储到底在这个降息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这加息的过程中，或货币紧缩的政策过程中，它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就相比，比如我们一说格林斯潘啊，就是拿个包出来还没说话呢，那市场美元就动了。这个，然后鲍威尔现在做了这么多，感觉就是弄了个寂寞。我们就想想，那为什么在农人眼中看到，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加息加出了个寂寞呢？在我们看它最重要的是在加息之前，它的利率在零。嗯
所以没错儿，当它在零利率的时候呢，你看啊，我们大家都去 refinance 我们的 嗯，mortgage，对，公司大部分情况下呢，这个能够去贷款的话，嗯，它都也想办法把它长期贷款变成利率低的长期贷款，对对吧？对，所以呢，这部分呢，使得这个经济有一大部分对美联储的加息是没感觉的。啊，对，无感无感啊，就是反正你加吧，反正我舞照跳，这个，马照跑，舞对吧？照跳，对马照跑，对，这个对。然后呢，而且更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短期是升高了，短嗯，期5%几，那么我盈利出来的钱，我拿去投在短期里面，造成的这些非金融的企业，它其实利率的利息的不是支出，收入，是收入了，对，就对吧？微软、苹果他们那种一大块儿啊，对，所以我们大家很多时候觉得是现在美股新高啊，是不是会泡沫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盈利比较扎实的公司，它有很大笔的现金在那，这个没错儿，是跟2000年那时候科网泡沫不同的地方。我想说的是，一定有公司是有泡沫的。嗯，但是我觉得从指数层面或者从质量高的公司来说，股价是有支撑的。但是我不能说它估值低，我只能说它这个不能说它是泡沫。对，就是它就是贵嘛，对对，贵对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嘛。对，没错，你对吧？说的太对了。是贵，就是大量的对现金，而且它是很少有这种情况，就是它的长期债，然后利息很低，嗯，然后短期的这个相当于他们这个短期的现金还能产生更高的利息，最后它资本支出就是很少能看这种情况，就资本支出变成就是正收益，变成它一对块儿盈利很大的这么一块儿，像微软的那个和苹果手里现金特别多，那它一下的挣出来的钱够这个美国运通一个季度这个营收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太厉害对啊对啊，所以你看，巴菲特说，我现在觉得没什么东西可投资，啊，是我就把我的现金都放在这3 months bills 2年期限以内的那个美国国债，挺好嘛，我就在那赚着5%不就行了吗？啊，是没错儿，我觉得真的也是，所以从我这种角度来说呢，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蛮少见的，这是第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看到说那个 PMI 有点回升了，嗯。就是我们一直在说 PMI 低于50，然后就是说它是在衰退，这已经低于50，已经低于了好十几个月了吧？啊，是，对，对，然后最近这1、2个月开始回升了。如果说美联储今年真的要降息的话，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在 PMI 回升的时候，美联储降息，那么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啊，情，对，就是没错儿，以前历史上没有过的。美联储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它的货币政策不是很有效，它因为它比较传统的这个方法来做，它不是很有效。总嗯，总的来说，它这次我觉得是不是很有效？而且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咱们说，比如说逆回购的量非常大，说明本来市场就有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呢，缩表也缩了个寂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今天看了个研报讲的，就是这是历史上最大的财政政策支出。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就是拜登政府的这个财政支出非常巨大，那么相当于是跷跷板一样，你那边缩，然后加息加了半天呢，对我们没什么影响不说吧，那边财政政策狂放水，接着干，然后对，所以最后就是加了个寂寞，可能是的。历史上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么您觉得就是说，对我们投资者来说，那未来是不确定性或者说风险更多呢，还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呢？很多人哈认嗯为现在是像1995年，美联储加息加到一个地步，哎，他一看见那个就是说有这个 recession 的有这个衰退的迹象，他马上就开始把这个降息，马上嗯，降息。但是从那开始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有一轮至少3年，一直到98年有一个小的 crash。对，然就后后来就金融危机，到00年的这科网泡沫，这当然都连在一起了。那就是嗯后面从95年到00年，01年这5年的时间。那么我认为现在呢不完全像，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大家至少情绪都在看这个 AI 这部分，AI 这部分我觉得要很重视的看它，就要看它说，你看现在这些大公司都在说 AI，对吧？嗯，那么到底有多少公司 AI 真正的给它带来了盈利？没错，这部分是很非常少。关键的。
对嗯，AI 确实是一个非常改变商业、改变这个人类生活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到底现在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一个盈利，这个部分呢，是我觉得是下面什么时候能够提高生产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点。在今年这个角度，我们只看今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牛市结构。首先第一点，不应该去看美国崩盘。嗯，没错，嗯还有还是强调说不要去低配股票。嗯但是呢，我认为现在的日子，投资者的日子没有那么好过，是因为他光靠做股指可能就没有，也许收益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嗯。必须要关注一些高质量的个股。我觉得做多高质量的个股可能有更多的空间，所以你要作为投资者的话，可能要多做一些研究了，因为你做个股就没那么简单了嘛，对吧？对，这个阿尔法可不好找呀，因为现对在基本上大家资金是扎堆儿到了其中几个非常大的个股上，但对是呢，他们普遍也是偏贵，甚至有几个有些有一点点泡沫化的迹象了。但是呢，对我们其实不一定说非得找他们，而我们其实很多个股其实还有很多机会，其实他们都趴在地上，或者说已经走得很弱了，或回调一段时间了。所对以他们会有一对些资金会在这段时间可能进行调仓，也就是说，这2年，其实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我觉得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是对的，不是像20年那种，好家伙，闭着眼睛那种风口太大，猪都能上树的那种行情，而是对买什么什么对，都暴涨几倍，是吧？然后我是的，们现在是一个非常考验阿尔法，就是谁能提炼出更大阿尔法的能力的这个地方。同时，股指这个地方的择时也不容易，因为你一卖可能就卖飞了，如果你不卖的话，哪天光给你来一下也够受的。所以就是对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一个行情，其实想给我们的观众和投资者说，也是今年咱们这个龙年水龙年嘛，水龙年的话，按理说大家应该是发财，但是难度没那么容易骑在这个龙上，对没那么容易对，挣这个钱。必须要对风险要有一些警惕性，就跟以往就是只是 pass，就是说被动的做被动型的指数，可能也许没有那么高的收益。嗯，对，你看对，现在已经到5000点了嘛，标是。普到5000点，再往上5200也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好呀，那我们今天这个基本就 cover 到了我们这个大家还有我们的这个群友们啊、朋友们之间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讨论到了说美国大选啊、财政政策呀、美联储货币政策，我相信就是后面的话还有很多，不管是这个政治上的或者说财政政策会有很多变数，这政治上肯定也有很多变数。然后呢，我是们3月份的这美联储会议又那么重要，也有很多变数，那么可聊的话题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呀。是的，然后对吧？所以嗯，期待下次我们和这个杨英姐再继续针对一些问题，可以再深入讨论。然后呢，我是的，们越做越精，越做越有意思。是的，谢谢大家，谢好，谢谢谢，陈师弟。好，谢谢杨好英姐，那我，OK，们先 pause 好，一下啊。好。好，OK。